乖巧虎的 M40A6 和捷鹰的 MS2，想必大家都已经在论坛上看到不少消息了。下手快的水友这会儿估计已经玩认了。这两款外形非常科幻的武器呢，是雷明顿公司针对美军不同军种的要求，分别进行升级和研发的现代化狙击步枪。因为这些枪械上使用了风格相近的底盘和枪托，所以外观上看起来很像。多功能枪托、外形相似的机匣、复制式枪管和导轨护木，很多细节都在显示这两款枪是源自雷明顿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同样以栓动玩具打入市场的乖巧虎和捷鹰，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售了这两款产品，不管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都挺耐人寻味的。M40A6 是雷明顿在2014年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M40所做的升级改进型号，安装了自家的通用型底盘以后源自雷明顿700的 M40看起来顿时充满了现代感。乖巧虎的这款发射器呢，和去年红极一时的 98K 一样，增加了抛壳功能，首发价依然是298块。说明书上显示，这款发射器同时发售的有黑鲨两款，不过沙色的暂时还买不到，我拿到的这只是黑色的版本。原厂带有一包乖巧虎专用紫色水弹，一个打印上旋和一包已经泡发好的磨砂弹，还挺贴心的。这个弹径呢，看起来比常见的 7.4 毫米水弹要大一些。5颗黄色塑料弹壳，玩过乖巧虎 98K 的水友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不就是同款的 7.92 弹壳吗？连底下的密封圈都差不多。先别着急吐槽 M40的口径咱们接着往后看。乖巧虎 M40A6 采用多功能折叠式枪托，原厂附带一个16毫米的直插式尼龙火帽，发射器展开后全长106厘米，对于狙击枪来说，这个长度不算很夸张。主体尼龙材质在枪栓拉柄、扳机、后托锁扣、调节旋钮等受力部件上使用了金属件，全重2050克左右，用料比较扎实，手感还不错。整枪一改雷明顿700的流线造型，看起来棱角凌厉，现代感十足。当然，如果你也和我一样觉得光秃秃的少了点什么，脚架和背镜肯定还是得来一套。虽然说狙击枪搭配高倍镜的确要更合适一些，汉武的这款新版素描呢，装上去倒也意外的挺搭。上机匣一体成型，用料还是挺厚实的，平均厚度达到3毫米以上。右侧抛壳装里可以看到尼龙材质的枪栓，由于采用抛壳结构，枪栓行程超过12厘米，拉起来非常过瘾。拉柄后方是雷明顿700系列的祖传保险，拨杆金属材质，拉栓的时候很容易误触锁住扳机。左侧做了一个和 98K 类似的枪栓限位机构，有点令人迷惑。掰开这个卡扣可以直接取出枪栓。跟此前传闻不同的是，发射器并没有照搬自家 98K 的枪栓，外观上大体进行了还原。枪栓直径非常粗壮，金属拉柄也是雷明顿样式。内部结构呢倒是和 98K 玩具一样，气筒位于弹簧前端，可以看到合金材质的抓壳钩和抛壳顶。下机匣采用雷明顿家族式的多边形设计，弹匣颈做了一道斜角，方便换弹。机匣表面的喷砂漆面比较细腻，边角处的毛边经过处理，不算特别突兀。不过有心的水友应该已经发现了，乖巧虎采用的机匣模具明显比真铁宽了很多，让整个机匣显得比较臃肿，少了一点原枪纤细精致的感觉。可能是为了让水友手里的弹壳不至于浪费这支 M40A6 可以通用 98K 玩具的 7.92 弹壳，5发容量的弹匣使用一体尼龙材质，底盖用螺丝固定。人体工程学握把，内部中空，通过底部螺丝和机匣固定。M40A6 的多功能后托使用2个快拆锁扣固定托垫和托载板，主体骨架尼龙材质，用料很厚实，不用担心强度问题。尼龙托垫和托载板使用金属螺栓调整位置，无级调节的设计呢，锁住以后非常牢固。后托骨架中间的金属板上还有一节皮轨用来安装附件，包括上导轨在内，整个前节都使用尼龙材质。全通式上导轨用6颗螺丝固定在顶部，这个超长的尼龙导轨在镂空部位难免会出现强度不足的现象。不过12寸的尼龙护木还是非常结实的，没有出现肉眼可见的缩胶和形变。除了散热孔里有一些不太起眼的毛边，整体做工达到主流水平。护木前端安装了3片短导轨，左右两侧都有挂背带用的金属 QD 孔。导轨的安装孔位没有内嵌螺帽，想要增加导轨的话呢，可能还得自己公司。尼龙枪管用稳定座卡在护木里，基本不会晃动。铝合金内管内径 7.4 毫米，已经做好了固定。前端有一个16毫米内径的超长制退器，原厂附送的上旋可以无损安装。虽然说下机匣的比例有点失真但整只发射器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协调的，各个部件安装紧实，没有这个价位常见的松垮的现象。作为一款抛壳玩具，乖巧虎 M40A6 在抛壳结构上
沿用了 98K 玩具的成熟系统。刚到手的时候啊，整个拉栓会比较生涩，多抽插几次就顺滑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插进弹匣以后，最好用力拍一下，确保安装到位。拉动基本没有阻力，而上膛到2/3形成的时候，就需要使劲推动，尤其是最后闭锁了一下，一定要一气呵成。说白了就是玩起来比较费手，和 98K 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的来说呢，抛壳还是很顺畅的，基本上没有遇到卡壳的情况。原厂初速达到令人欣喜的80以上，看来乖巧虎这次对弹簧和气密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优化，终于摘掉了尿雾米的帽子，可喜可贺。捷鹰的 MS2 发射器原型同样是来自于雷明顿公司的现代狙击步枪。MS2 全称 Modular Sniper Rifle，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支枪在设计的时候就采用了模块化的理念。和源自雷明顿700系列的 M40A6 不同， MS2 使用全新研发的枪机结构，整个系统安装在可以随意更换配置的底座上，转换口径非常方便。捷鹰发售的 MS2 发射器呢，同样有黑鲨两款配色，但是并没有抛壳功能。包装依然是捷鹰祖传的礼盒样式，发射器和配件用海绵包裹在内部。护目镜比较实用啊，可以直接套在近视眼镜外面。原厂还有一根额外的24寸枪管，自带3通和铝合金内管，有点模块化的意思了。发射器造型还原了雷明顿为 PSR 项目研发的 MSR 狙击枪，原厂安装的是20寸枪管，没有更换24寸管的情况下，长度就达到了112厘米。想要挂墙的话呢，可得准备一个大点的架子。同样是尼龙材质的主体结构，捷鹰 MS2 也在枪栓拉柄和扳机、后头转轴、调节旋钮等部位使用了金属件来保证强度。可能是因为沿用了 AWM 的金属波枪以及早期型的实心后托，裸枪重量接近2500克，拿在手上挺有分量的。整支发射器对 MS2 原枪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复刻，包括枪栓造型、机匣刻字和后托巨大的调节旋钮都有很高的还原度。接下来我要干什么就不用多说了吧。山毛素描、折叠脚架，该装的都给它装齐了，这才有点狙击枪的样子嘛。由于 MS2 从设计之初就是一款弹匣供弹枪械，所以并没有采用雷明顿700系列的开放式机匣。带有倒角的抛壳窗里是尼龙材质的超长气筒，机匣左侧雷明顿公司的 logo 用凹刻印在中间。金属拉柄表面有黑色亮光喷漆，转动解锁可以听到咔嗒的段落声。枪栓尾顶是6边棱角造型，底部用一颗螺丝固定。拉栓行程只有70毫米，相比自家结构相似的 AWM 玩具呢，有些缩水，可能是为了缩短供弹管，对整个气缸长度进行了压缩。保险拨杆是合金材质，拨起来有点费劲，往后扳倒可以锁住扳机。下身的底座部分，捷鹰这次的还原度显然要胜出一筹，不仅仅是整体造型比例基本准确，各个切面的角度、机匣开槽和孔位的细节，以及弹匣颈尺寸都没有出现失真。单独安装的扳机护圈和扳机一样是合金材质，扳机在没上膛的时候有些轻微的晃动。按下扳机护圈里的弹匣释放钮，可以取下捷鹰的祖传电供弹匣。这次的弹匣在供电方式上有些改进，使用了 SM 接口的充电电池，而且开关增加了延时段路设计，每次电机工作的时长固定，应该对供弹稳定性有一定帮助。弹匣的外壳结构和 AWM 玩具类似，尺寸要稍大一些。这个握把的造型和 M40A6 几乎一样，但外面呢套了一层橡胶套，手上出汗的话握起来会有点黏黏的。固定握把的是一个自贡螺丝，强度有点让人担心。用更长的螺丝或者类似 Air 玩具的4角固定啊，我觉得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捷鹰 MS2 使用雷明顿的全向调节后托，除了托垫和托腮板可以伸缩固定，还能单独调节托垫高度以及托腮板的前后位置。托腮板底部藏了一个用来拆装和维修的扳手，铝合金调节旋钮露出金属本色，稍微有点突兀。尼龙托垫的侧面和背部都有凸起了雷明顿 logo， 两侧和底部一共有3处导轨，挂载的位置更多。折叠转轴使用金属材质，展开以后锁定非常牢固。整个上导轨分为2段，机匣上方是一体结构，安装瞄具以后基本不会出现晃动，只是前端连接处有轻微的上翘。前节护木是圆筒造型，感觉就是又粗又硬，还很长，外观处理得很精致。护木有8个面可以安装导轨挂载，每个挂载点都有铜制的内嵌螺帽。
前端侧面和底部原厂各有一片可以拆卸的短导轨，可是三面只有2片导轨啊，总感觉少了一片，有点亏。尼龙外管还原了真铁枪管的加强槽，有稳定环固定在护木里。枪口支雷器是19毫米直插结构。更换外管需要拧下顶部导轨上的7颗螺丝，底部下方固定护木的2颗螺丝，以及固定机匣的2颗长螺丝，并且拆下3通过难管。枪管固定环是铝合金材质，拧开以后就可以换上24寸枪管了。抽出机匣，里面是 AWM 同款合金剥壳，扳机组应该也是类似的结构。这个自带可更换枪管的配置，一定程度上也还原了真铁的模块化设计，看得出来是花了心思的。换好以后，整枪长度超过120厘米，看来素描是 hold 不住了，必须得寄出我祖传的石油背镜才能镇得住场子。根据厂家提供的信息啊，捷鹰 MS2 各个部件并没有使用后期喷涂的漆面，而是直接用尼龙加工而成，避免长期把玩出现严重磨损、漆面脱落的现象。虽然也有些边角的毛边没有完全处理干净啊，但对于我这种不那么追求完美的人来说，这支 MS2 还是很精致的。尤其是换上24寸管以后，整枪拿在手上非常霸气，有大居林味了。一同发售的沙色版本还原了真铁的撞色外观设计，颜色也挺正的，不过凑近了看呢，塑料感会比较强，所以我更喜欢黑色的版本。有时有反映电供会出现碎弹和多发的问题，那根据包装盒上的提示呢，使用弹径 7.4 以上的磨砂弹，这种情况就会很少出现，供弹还是挺稳定的。原厂短管状态，初速在75左右，性能还不错。用长管的话，可能就有点气量不足了，初速会降到65以下。实话实说啊，捷鹰 MS2 在外观细节和还原度上有更好的表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和自家的 AWM 相比呢 ，MS2 基本上维持了应有的水准。同时，在金属件更多、分件更复杂的情况下，600这个价格呢，我个人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那如果你对抛壳功能兴趣不大，或者说就是单纯想要一只挂在墙上还原度更高的模型，捷鹰 MS2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你要觉得这600块钱让你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啊，那我非常推荐怪交虎的 M40A6。除了对外观细节的还原有些欠缺啊，整体的用料和做工肯定是物有所值的，甚至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加上抛壳功能的可玩性呢，298的首发价在2020年绝对属于性价比第一梯队的产品。这期视频里的捷鹰 MS2 是厂家发来的样品啊，黑色的我就自己留着了，沙色的拿来抽个奖吧。评论区聊一聊，你还想要什么型号的水弹大栓？下周5公布。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并且下载 SD- 水弹论坛。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